夏夜，别墅的后花园里，灯光点点，香气弥漫。今天是我的生日，父母为了让我开心，为我准备了生日派对。但当顾淮南修长的身影姗姗来迟的时候，原本热闹温馨的氛围却一下凝固了。苏南逸，你没看到我的消息？他身上穿着今早我为他熨烫的西装，整个人挺拔英俊，脸却很臭。这会儿已经接近午夜12点，我站在半人高的蛋糕前，双手合十，正准备吹灭蜡烛。听见他这样冷漠的一句，连忙问：你发了什么？我手机在楼上，没看见。说着，我用目光示意我最好的朋友上楼帮我拿手机。可顾淮南根本等不了，他一把箍住我的手腕，不由分说的要将我带走。目光扫过几个赶来为我庆生的网红朋友，眼里的讥讽更是不加掩饰。你几个小时不回消息，就是和这帮人在一起。苏南逸，你难道不知道婉婉正等着你的骨髓救命吗？你和这帮不三不四的人搅在一起，耽误的是他的命。顾淮南生来就是天之骄子，他看不起小门小户的我，也看不起我那些靠自己逆天改命的朋友们。在他心里，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上江婉婉半根手指头，这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事实。但当他这样毫不留情地脱口而出，我皱了皱眉，还是为自己7年的陪伴感到不值。顾淮南，今天是我生日，你除了江婉婉就没其他话要对我说。我和顾淮南虽然不是从小一起长大，但也算得上半个青梅竹马。我不信顾淮南会吝啬到连句生日快乐都不肯给我。但四目相对，我在顾淮南眼里只看到越来越深的鄙夷。苏南逸，你在矫情什么？一个生日就要所有人都围着你转？你知不知道婉婉现在有多疼？她张口闭口都是婉婉，好像江婉婉病了，我没病，就是我该死。闭了闭眼睛，我正要10001次顺她的意，为她的白月光捐出骨髓，系统却突然在我脑海中发布了一条提醒：检测到该攻略任务即将使系统亏损，现紧急为宿主更换攻略对象。原攻略对象顾淮南的去处择日公布，新攻略对象名为周廷之，请宿主速速采取行动。好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不敢相信，追问了一句：我不用攻略顾淮南了？您现在使用的身体是我们传输系统的财富。系统冰冷冷的电子音里竟然有着些和我这个打工人同仇敌忾的愤怒。即便是攻略对象，也不可以打您骨髓的主意。赔本买卖我们不做。闻言，我唇角不受控制的越扬越高，但顾淮南却因拉不动我，脸色更寒。苏南逸，我在和你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我拼命忍耐，才没有仰天长啸。顾淮南一把挣开顾淮南的手，我浅浅微笑，用平生最阴阳怪气的声音对他说：江婉婉活不了了，你就和他一起去死。怎么，你不敢和他一起去死？你们伟大的爱情难道还没到这个程度？自从进入到这本没完结的书中，7年来，我从未用这种语气对顾淮南说过话，所以这些话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都顿了下。父母怕我受的刺激太过，匆忙上前扶住我，朋友们也纷纷向我投来关切的目光。只有顾淮南脸色阴沉到似乎可以滴出水来。苏南逸，他一字一顿，你再说一遍。呵，冷冷地笑了一声，我叫保安送客。顾淮南，我不喜欢你了，以后请你少在我面前狗叫。顾淮南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样的冷遇？他气得双眼猩红，直勾勾地瞪着我。片刻没等来我的反悔，不等保安碰触，一甩袖子转身就走。南逸，你还好吧？他走后，朋友们上前将我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我，每个人眼睛里都是浓厚的心疼。在此之前，他们都觉得我是被顾淮南下了降头，才会不顾尊严地跟在他身后7年。可眼下我和他说开了，他们却又觉得我只是气得很了，在说胡话，不是认真。不过没关系，我会用行动一点点证明我不爱顾淮南了。我真的没事。轻快地走到蛋糕面前，我双手合十，卡着生日的最后30秒，对着燃烧的蜡烛许愿：让我早点回家吧。我原来的世界里，妈妈还在等我。热热闹闹的生日宴持续到后半夜。次日，我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周廷之的学校找他。可惜毕大作为100年老校，管理严格，没有学生证的我被保安拦在门口。无奈之下，我准备拨通周廷之的电话，但抬眸的瞬间，却突然看到他和几个同样高大的男生向门口走来。周廷之，我兴冲冲地喊了他一声，但循声看过来的周廷之脸上却没有惊喜。他长腿一迈，阔步向我走来，将近1.9米的身高在我身前投下一道的影子。出什么事了？他问得这样直接，我嘴唇动了动，没吐出音节。反倒是刚才那几个和周廷之一起走着的男生凑在我们身边，笑容满面。周伯，这是嫂子，正好到饭点了，嫂子，咱们一起吃饭。周伯，你把嫂子藏得也太好了，我们还不知道她这样漂亮。他们嘴碎得我头疼，但我刚想拒绝，就瞄到了周廷之向来无甚情绪的眸中那抹似有若无的期待。他怎么没否认我不是他女朋友？怀揣着这个疑问，我轻轻点头，答应了这场饭局。
在这个作者没有写完的书中，周婷芝的身份其实很尴尬。这本书里，苏家只有一个女儿，苏父疼惜发妻，不舍得她再受生产之苦，又不想自己100年后家产落入旁人手里，所以原主刚学会走路，他便带着原主跑了上百个孤儿院，千挑万选，选出了周婷芝。那时周婷芝还不满7岁，重新有了父亲母亲，她满眼都是欣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逐渐意识到，苏父养的并不是孩子，而是女婿。他希望周婷芝可以和原主结婚，为苏家奉献一生。但好巧不巧，就在苏父准备为他和原主订婚时，作者因为灵感消失断更了，而我又因为疲劳驾驶，在我原来的世界出了意外。所以当系统将我投放到这个世界，让我完成攻略顾淮南的任务，以换取现实世界的生机时，我没有丝毫犹豫。但这也意味着，从小被当成苏家女婿培养的周婷芝，不得不看着她的未婚妻跟在其他男人身后。为了尽早完成任务，快些回家，我在川岛书中的7年里，几乎和他没有接触。那时我满眼都是顾淮南，我病态地希望他快点注意我，爱上我。线下攻略对象换成了周婷芝，过去7年中失败的经验便都成了财富。他们无时无刻的不再提醒我，自以为努力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爱情中需要小小的套路。和他在同一侧的椅子上坐下，我借着放包的动作，用指尖轻轻触碰他的手背。你帮我挂起来吧，放在这有点碍事。好，周婷芝短促地应了一声，起身替我挂包。坐在我们对面的几个男生见状大为惊奇。嫂子，你和周伯认识多久了？周伯一直说自己有女朋友，但从来没给我们看过照片，我们还以为他是为了应付那些狂花乱蝶瞎说的呢。捕捉到句子里的重要字眼，我轻轻歪头。他在学校很受欢迎。是啊，一提这茬，几个男孩更激动了。周伯每天收到的零食和鲜花够养活3个男生宿舍，我们经常跟着他沾光，他们似乎有许多事急于分享。但接收到周婷芝的眼神，又警觉地闭了嘴。你别听他瞎说，用热水替我烫过眼前的碗筷。周婷芝捶着鸦语般的长睫，声音轻浅。我手上的项目很多，没空想那些。我弯唇笑了笑说，如果对面是我，也没空想。这顿饭我吃得舒心，但周婷芝却很是僵硬。我时不时就会撩他一句，若有似无地向他靠近。饭后，几个男生意识到了自己的电灯泡行为，撒腿就跑，只留我和周婷芝并肩走着，散漫地在毕大的梧桐树下压马路。周婷芝，你很久没回家了，为什么？我随口一问。周婷芝却如遭雷击，整个人在原地空白了一瞬，才偏头看向和我相反的方向。你们不需要我，他在苏家存在的意义就是和我结婚。之前我视他于无物，他自然要懂事的给顾淮南让地方。但现在周婷芝拉过男人略带薄茧的手，我满脸认真。我想追你，就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躲我，好不好？话音落地，周婷芝瞳孔巨缩，但几息后，她微微侧目，还是回避了我热烈的注视。你和他吵架了，他觉得我是和顾淮南吵架了，才跑过来拿他做消遣。事实和他的猜测大差不差，我能给的解释有限。周婷芝，我明天还来找你吃饭，你不许再收别人给的零食。说着，我转身跑开。到了大门口，我发现刚才拦着我不许进学校的保安大叔，正满脸磕到了地看着我，笑得像是脸上开了花。好姑娘，我记住你了，明天你来，我直接给你开门。这天之后，我有空便往 B 大跑。朋友们几次发消息约我逛街，我都直接拍张周婷芝的照片发过去，欠嗖嗖地说陪准男友呢，没空。他们一开始以为我在和顾淮南闹脾气，次数多了，才渐渐回过味来。你是认真的？周婷芝将扒开的虾肉递过来时，我手机屏幕上消息显示的就是这一条。他视力极佳，自然看见了，但大概是嫌我回得慢，朋友们紧接着又问，还是为了气顾淮南？南一，你要想好自己爱的究竟是谁，不然屏幕上只显示了这么多，却不妨碍周婷芝将虾放在我面前后收回的手是抖的。谢谢，将晶莹剔透的虾肉夹起来，一颗颗放进嘴里。我用余光注视着周婷芝越来越灰白的脸色，解锁手机，直接给朋友回了条语音。以后别跟我提醒顾的，他是什么垃圾东西，也配和我们周博士比。手指一松，信息发送成功，但周婷芝却仍垂着眼，让人看不出在想什么。这样下去，情况会对我不利。所以思考片刻，我起身坐到了周婷芝身边，微笑着和她自拍数张，不设任何分组的发了朋友圈。配文是一句土味情话：鸡蛋、鸭蛋、茶叶蛋，土里没有不爱姐的大笨蛋。图片一发，朋友纷纷点赞。不到5分钟，一堆99便排成了队形。满意的将手机往周婷芝面前一放，我笑嘻嘻地看他，我说没错吧，周博士？南意。周婷芝冷峻的侧脸终于有了些温度。你明天不用来了，我做的不够？还是他仍介意？我张嘴想再解释2句，周婷芝却已拿起自己的手机，默默地给我点了个赞。
明天我回家。自从我对外宣布了对顾淮南的喜欢，周婷之就再也没有回过家。眼下他终于松口，我心里喜气洋洋，面上却仍旧镇定。好啊，那换我等你。周婷之是说话算话的人，他答应了要回家，次日便真的带着礼物若干进门。但这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顾淮南耳里。当我们一家四口亲热地坐在一起吃饭时，顾淮南一身黑衣径直闯了进来。苏南义，他手背上青筋浮凸，看到周婷之将一碗热汤盛好放到我面前，他不由分说，端起汤盆便朝周婷之泼去。你算什么东西，也配伺候他？苏家在毕氏的地位不如顾家，顾淮南看不起苏家，自然更看不起从小被养在苏家毫无根基的周婷之。一盆热汤眼看着就要落到周婷之面上，我眼神微颤，抬手便将周婷之扯进怀里。只是我终究慢了一步，热汤没落到周婷之面上，却浸湿了她半个肩膀。那片肌肤肉眼可见的在被汤水打透的白色 T 恤下红了起来。顾淮南实在气急，我腾的一下站起身。你又发什么疯？可顾淮南的反应比我还大。你为了这么一个东西跟我吼？顾淮南盯着我的目光满是受伤。几息后，他深吸一口气，自以为是的退让。苏南义，你把他撵出去，再跟我去医院给婉婉献骨髓。这段时间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他那样子看起来竟然还有几分委屈，只不过我逆着他，只感到十足荒谬。江婉婉还没死，冷漠地蹙起眉。我看着顾淮南问的真情实感，你俩到底谁有病？怎么你看着比他病的还重？顾淮南被我噎住，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但我却懒得管他怎么想，只拉着一声不吭的周婷之进了客位，把衣服脱了。客位里，我将水温调至最低，开了花洒，想为周婷之烫伤的肩膀降温。可周婷之纹丝不动，只定定地望我。南义，他第一次如此亲密地唤我名字，可说出来的话却好像被谁抛弃的小狗。你的目的达到了。时至今日，他仍然觉得我找他对他好是为了刺激顾淮南。虽然知道他只是书里的人物，但他介意至此，我仍良心有愧。开了开关，我用冷水浇上周婷之的肩膀，哗哗的水声里，我给这只小狗洗脑。我这么努力追你，你却给我一个身上有疤的老公，你说我的目的达到了没？南义，周婷之张口想说什么，但阴魂不散的顾淮南却疯了一样，不断用拳头砸向客位的门。苏南义，你出来！你这算什么？苏南义，他是攻略对象时，我不得不给他些许耐心，耐心给多了，偏爱和纵容就也若有似无地向他倾斜。可现在任务消失，那些情愫潮水般退去，露出糟粕般的内里。此刻顾淮南的每一句都让我觉得烦躁吵闹。你自己冲一会儿，我去把他撵走，和周婷之交代一句。我转身想走。别走！周婷之身上是湿的，宽厚的胸膛即便轻轻贴在我身上，彻骨的凉意也还是不受控地往我的骨头缝里钻。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南义，你能不能答应这次选我？直觉这是个攻略的好时候。我轻吸了一口气，让眼神里充满爱意。周婷之，我追了你这么久，你还怀疑我？那我也太失败了。久吗？周婷之苦笑一瞬，有自嘲的意味，但紧接着他便扣着我的下巴，狠狠地吻了上来。猝不及防，我向后倒去，不过几步，后背便靠上了顾淮南不停挥拳砸着的木门。花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关了。苏南义或许是透过玻璃映出的模糊人影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顾淮南沙哑而愤怒地喊了一句，很快便消停了。他离开后，周婷之也恢复了正常。男人有些仓促地后退几步，抬眸看我，像是怕我生气。他带着些许示弱意味地喊：南义。恰好此时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攻略对象好感上涨至80，您离完成任务近了一步。这是我的初吻。周婷之，记得对我负责。周婷之瞳孔微缩，下一瞬，他和系统的声音同时响起：这也是我的初吻，南义。恭喜宿主，攻略对象好感上涨至90，你离完成任务又近了一步。我没想到，我和周婷之磨磨蹭蹭从客位出来时，顾淮南还没走。他站在我家别墅后面的小路上，脚边是一个又一个被熄灭的烟头。我在2楼卧室的窗前看到了他，但将窗帘一拉，只当没看见。周婷之肩上的伤很严重，家庭医生要他1日3次涂药膏。我借机留他在家里过夜，说方便照顾。周婷之想了想，没拒绝，只红着耳朵，一再要求要住他曾经的那间客卧。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夜里我睡得早，完全没想起顾淮南的事。但是到了半夜，屋子里却有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以为是周婷之，我翻了个身，下一瞬，鼻子却闻到了一股极强的烟草气味。来人是顾淮南，他神情阴郁，咬着牙问：苏南义，你刚才叫谁？我愣了下，没回答，只透过夜色看他撬开的卧室窗户。出去！顾淮南，你滚出去！该和这人说的我都说了，此刻除了厌烦和不耐，再也不能给他其他东西。可就是这份无奈刺痛了顾淮南。
他上前一步，苏南意，你凭什么这种态度？你不是喜欢我吗？你现在是什么意思？欲擒故纵。我告诉你，这种把戏玩多了就没意思了。我已经近半个月没有理他了。可顾淮南却仍沉浸在我会为了吸引他目光不惜付出一切的阶段，真可悲。深吸了一口气，我冷静下来，注视着顾淮南。你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吗？这是过去7年里我常用的和顾淮南说话的语气。顾淮南闻声，肉眼可见的松弛了些。但我看着他的面庞，能想到的却只有我因为喜欢他，被他的朋友们在凌晨呼来喝去时，顾淮南脸上轻蔑的神情。在演唱会门口拿着 VIP 门票等了4个多小时，顾淮南发来的一条，我没有答应你会去。生日宴上，顾淮南连句生日快乐都不愿说，却想榨干我身上的最后一点价值。顾淮南短促地笑了笑，我盯着他的眼睛，我曾经是喜欢过你，但我今天和别人接了吻，以后还会和别人结婚生小孩。过了10年，我们一家3口会四处旅游。顾淮南，你觉得曾经有多值钱？我可以喜欢你，自然也可以喜欢别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顾淮南身形踉跄，可眼神却十足坚定。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上学的时候，你每天给我送早饭，帮我给衬衫熏香。每次我赢得比赛，谈下项目，你都会给送我花。苏南意，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难道不怕我把这些告诉周婷之？似乎怕被我的语言刺伤。在我出生前，顾淮南死死地捂住了我的嘴。你现在什么都别说，我可以当这段时间的事没发生。一口咬住顾淮南的手掌，直到嘴里漫上血腥味，我才在顾淮南震惊又痛心的眼神下，抬手将他推远。顾淮南，原来你也知道喜欢你是件让人羞耻的事，不然他不会想到用这点威胁我。这一夜，顾淮南落荒而逃。我以为他会就此消停，却不想这人短暂沉默后，又疯魔般将手伸向了周婷之。不到3日，周婷之所在的项目组就出了事。为了寻求一种实验必须的材料，周婷之不得不和导师出发，去 H 市的森林里寻找。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收拾了东西，准备和周婷之同去。周婷之却不愿意我陪她一起吃苦。人来人往的机场里，周婷之轻轻抱着我，唇珠几乎贴上我耳垂。南意，我很快就会回来。那等你回来，我给你个惊喜。周婷之眼神里有疑惑闪过，但对上我狡黠的笑容，却也只是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周婷之去 H 市后，我着手准备复仇。顾淮南这样搅和我，不报复他一下，说不过去。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还没开始，江婉婉就先找上了我。她是江家唯一的女孩，网上说有3个哥哥，从小被家人娇宠着长大，是当之无愧的掌上明珠。只不过这位大小姐人前人后2个样，没有男人时，她根本不屑掩饰自己满面的骄傲和轻蔑。她在我家别墅门口下车，眼睫一颤，便下了结论：苏南意，你就住在这种茅草屋，苏家的别墅价值千万。可江婉婉瞧不上，她和顾淮南是一类人，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旁人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草芥。你这样的人，凭什么缠着淮南哥哥？我打量着他没回答。江婉婉轻呲一声，掏出了支票本。不过你既然照顾了淮南哥哥7年，也该拿点报酬。毕竟像你这样任劳任怨的保姆不好找了。江婉婉这副样子实在像极了地位受到威胁，不得不出面解决外事的正妻，言辞犀利之犀利，神情之刻薄，哪还有演奏小提琴时的半分魅力？江大小姐，你今天找过来是病好了。我被她郑重其事的模样逗笑，淡然开口。江婉婉却惊得整个人都跳起来。我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少打听，看她这中气十足的样子，我还有什么不明白？她生病这事压根就是假的，不过是不爽我围在顾淮南身边，想出来折磨我的计策罢了。我笑嘻嘻地竖起食指，朝他眨眨眼。你给我1个亿，我就保证再也不见顾淮南。对于江家来说，1个亿不算多，可对于江婉婉，一个日后不能继承公司的女孩，她从小到大花的也就差不多这个数，又怎么可能快速凑齐给我？果然，江婉婉听我说完，眉头紧紧地拧成了个疙瘩。苏南意，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是个上赶着倒贴的贱货。1个亿，江小姐不会是嫌多吧？故作惊讶地睁大眼，我语气怀疑，难道在你心里，顾淮南连1个亿都不值？不会吧，不会吧，江大小姐的爱情不会连我家这栋茅草屋都买不起吧？她气急，拂袖而去。我转手就将这段监控视频发给了顾淮南。顾淮南是顾氏集团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每年在他手里过的项目加起来超过100亿。他看到江婉婉连1个亿遣散费都不愿意给我时，会是什么心情呢？生意场上很少有彻底撕破脸的企业，可自从那段视频发送成功，一向交好的顾氏和江氏之间却隐隐有了裂痕。当顾淮南带着本该属于江家的合同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里除了惊讶，更多的是畅快。苏南意，他将一杯可可蒸汽奶推向我。顾淮南脸上是过去7年看向我时从未有过的柔和。我之前不知道江婉婉是这样的人，一直以来我都被她舞台上的样子骗了。
那天他拿出医生的诊断单，说自己生病了，只有你能救他。我便理所应当的以为他是真的求助无门。顾淮南说到一半，见我神情淡淡，匆忙地将手里的合同递向我。这次合作能给苏家带去3个亿的利润，是我迟到的生日礼物。苏南义，你愿意接受吗？苏家的生意我从不插手，我早晚是要离开这儿的人，不适合管太多。但苏父苏母待我极好，如果顾淮南提出的合作里没有坑，让他们多赚钱些钱，兴许也不是坏事。接过文件夹，我不怎么上心地朝他点了点头。等律师看完，会有人联系你。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容易接受。顾淮南眼睛里多了些许光亮，隔着一张圆桌，他探身问我：“那你不生气了？”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快到时间了。我低头给周婷芝发短信，语气不算耐烦。顾淮南却好像根本不听出来，我只是不再攻略，也不再爱他而已。那顾淮南这人从小在爱和纵容中长大，他身边的朋友每个都因顾家的声望为他马首是瞻。我的7年和这群人的7年在他眼中没有区别。如果非要找点不同，那大概是我走得比较痛快，拿得起放得下，连明面上的体面也不愿给他。那见我一直在玩手机，顾淮南皱了皱眉，抬手将他从我手中抽走。那你现在可以和周婷芝划清界限了吧？我很讨厌他，不想看到你们联系。这番话他说得理直气壮。我对上他的目光，不解地歪了歪头，几息后才控制不住的大笑出声。顾淮南，你怎么还这么可笑？你准备用这3亿买我的爱情？拿起那份合同，我眼也不眨地扔回给他。你还不配。我今天之所以会同意和顾淮南见面，纯粹是因为原主的朋友们最近都在反映顾淮南的公司提出要和他们合作。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曾经因为从事自媒体行业被顾淮南所不齿。现下顾淮南主动将一条大鱼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当然怀疑。我今天来是想替他们问问这件事，却没想到在顾淮南眼里，我同意和他见面，意味着愿意走下台阶，不再和他置气，甚至愿意为了他和周婷芝划清关系。他怎么敢啊？苏南义，雪花般的文件在我们中间飘落。顾淮南深吸了一口气，定定看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满意？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和他讲不清。我拿起手包转身就走，可咖啡厅的门刚一推开，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婷芝，现在跟周婷芝在短信里告诉我的飞机落地时间差了不止1星半点。我不解又惊喜地和他对视，可阴魂不散的顾淮南却又追出来，想将我拉到身边。苏南义，这么多年你喜欢的一直是我，我不信你能说放就放。顾淮南手劲极大，我痛到吸气，觉得被他箍住的地方一定轻了。下一瞬，周婷芝的拳头就对着顾淮南的脸抡了上去。顾淮南和周婷芝的身量却直逼1.9米，2个身高腿长、怒气冲冲的男人很快就厮打在一起。我本来担心周婷芝常做实验室，打不过顾淮南，可他拳头生风，每一下都带着暴力的情绪，像是恨不得当场将顾淮南打死。他占上风，我站在一旁看着，觉得神清气爽。但向来和我同仇敌忾的系统却突然发声警告，请宿主尽快拉开他们，他们的身体也是系统的财富。我们不做亏本生意，无奈我只好走到周婷芝身边。别打了，周婷芝，咱们回家。在搏斗的过程中，周婷芝的拳头上染了血，被我拍上肩膀时，她眼里的凌厉也还没收住。但看到是我，她慢慢地松开了顾淮南，听话地站了起来，像是做了什么错事般。她垂着眸不肯看我，整个人僵硬地等着我的审判。在7年的旧爱和新欢间，我会选谁？不只是周婷芝，躺在地上的我顾淮南也在等我的决定。空气仿佛凝固般流淌片刻，我将目光缓缓挪向顾淮南。我能感觉到，在这个瞬间，周婷芝的呼吸都停住了。顾淮南也得意地微扬起嘴角，但他们都想错了。咔嚓一声，我拍下顾淮南的惨状。在2人还没回过神时，撂下一句：“顾淮南，你再纠缠，我就把照片上传到网上，让你脸都丢光。”然后我牵起周婷芝的手，转身就走。恭喜宿主，攻略对象好感上涨至93，您离完成任务又近了一步。恭喜宿主，攻略对象好感上涨至95，您离完成任务又近了一步。抱歉宿主，攻略对象好感下降至94，您还需要继续努力。拉着周婷芝上车时，系统的提示音一直在我脑海中响个不停。前2句我听着十分高兴，但为什么这人夹着夹着还暗戳戳的给我扣了1分？周婷芝，在此之前我从不觉得周婷芝凶，我觉得她纯情懂理，不会拒绝，好拿捏。可此刻我才知道自己错了，错得离谱。隐藏在周婷芝清俊儒雅皮囊下的，明明就是一头叼住猎物就死不松口的狼。我第一次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到心乱如麻。过了许久，我红着脸将头扭向车窗，却从车窗的倒影里看见周婷芝完全不害臊的从我后座拿过一个抱枕放在腿上，沙哑着开口：“南艺，你这次选了我，我很开心。你向着我，对付他，
我也很开心。但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和他见面？周婷之身上的白衬衫本来十足考究规整，但因为一场单方面输出式的打架，此刻他身上并不干净。模模糊糊的，我通过原主的回忆看到了周婷之小时候。那个苏父和原主去孤儿院挑孩子的时候，周婷之就是现在这样，刚被人欺负完，或者刚打了一场架，漂亮的小脸上左一块右一块的都是泥巴。而在那个场景里，原主只看了他一眼就移开视线，摆明了对他不满意。我咽了咽，我咽下一肚子说了不能播的，轻咳一声，故意道：我想做什么轮不到你指手画脚，毕竟你只是我的男朋友，还不是老公。周婷之的呼吸声重了些，胸膛的起伏变得有些异常，但转过脸来，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弯唇一笑。但如果你答应我的求婚，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那天的最后，他和我回了市中心的公寓，我们的好感值终于到达了99，只差最后一点点。和周婷之在公寓里你侬我侬了好几天，确定他的好感值不会继续上涨后，我拉了个群聊，通知朋友们我要结婚了，和周婷之。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曾经我追着顾淮南跑时，他们有多忧心，现在就有多高兴。他们开始操心我的婚礼，替我打听哪家的钻石净度高，哪家的婚纱设计师没有新意。原本只有10个人的群，因为他们不停地推荐，群成员不知不觉涨到了50。每天爆炸式的消息看得我眼睛发晕，索性将事情全权交给周婷之处理。但我没想到会有不长眼的人将顾淮南也拉进群聊。在别人安利我各种品牌时，顾淮南发消息并且艾特了我。苏南意，我身边不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当着近100人的面，他放下一条语音：明天下午6点，你来好景找我，不然我保证这个群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好过。发完，他退群离开。一向热闹活泼5分钟不看就会有90多条新消息弹出的群，也彻底死寂了下来。以顾家在 B 市的势力，别说他砸几个饭碗，就算他要天空从此变成灰白色，也一定有人想破了脑袋替他去做。可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呢？我确信他不爱我，一直纠缠，也只因是我先说了结束，让他面子难堪。发生什么事了？周婷之从学校回来时，我正抱着双腿在沙发上思考对策。周婷之一路读到博士很辛苦，上次顾淮南给他找事，就平白耽误了他不少时间。所以我朝周婷之笑了笑，明媚柔和：没什么，就是明天可能不能陪你了，我有点事情要做。周婷之闻言，看我的目光深了些。半梦半醒时，我隐约听到周婷之在我耳边嘀咕着什么，但实在太困，我也没有仔细分辨。不出预料的最后一次见面，顾淮南没有迟到。我到的时候，他面前放着的咖啡已经没了热气。瞥见我的身影，他抬眸看来，眼里满是血丝，脸上被周婷之打的青紫也并未褪去。顾少爷，如果你真这么介意，可以对外说是你甩了我。虽然咱们从来都没在一起，但只要这样说能让你解气，我无所谓。不想和他面对面的干坐着，我主动开口。但顾淮南听了这话，却是一愣，他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苏南意，和我去一个地方。我倒贴顾淮南的7年里，他从未表达过想和我发生些什么关系的暗示。闹到现在，他当然更没兴致。不出我所料，顾淮南虽然将见面地点定在酒店，带我去的却是我们曾一起上过的高中。今天是周日，回忆里热闹的学校没什么人，但下课铃却依旧每隔几十分钟就会响一次。高中时，我和顾淮南同级不同班，每到了课间，我都会厚着脸皮去顾淮南他们教室找他，说着笑话，注意他的反应。但这次我走累了，坐在椅子上，凝视着这个我生活了7年的世界发呆。主动开启话题的人变成了顾淮南。苏南意，你之前问我皮卡丘站起来会变成什么时，我不回答，是因为我不知道。后来你揭晓谜底，说他站起来是皮卡兵，我也没觉得无聊。我不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讨好我很容易。听顾淮南嘀咕了好一阵，我惊讶地眨眨眼，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刚来的时候我确实一切事情都以顾淮南为中心，但我技巧拙劣，不能让他为我倾心，是我棋差一着，并不高明。我不会因为顾淮南没有配合我爱上我而讨厌他，我讨厌他是因为那些没有回应的笑话成了顾淮南朋友们对我的恶意。那些人将我骗到没有监控的角落，将一盆盆脏水臭水泼到我身上，用小刀划破我的书本，在我的椅子上涂上一瓶又一瓶的胶水。但当我拿着这些东西给顾淮南时，他却只露出轻蔑的神情。他不懂尊重，以为我喜欢他就要忍让他身边所有人。他不把我当人看，我自然也只把他当成纯粹的攻略对象。顾淮南，看着顾淮南迷茫的眼睛，我笑了笑。如果你带我来这是想让我想起那时的美好，那你错了。一直讲台，我淡淡弯唇。还记得吗？就是在那儿，你朋友污蔑我偷了他的手表，将我的书包在2个班面前掏了个底朝天，然后那块我根本没有见过的手表，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掉了出来。顾淮南，你要不要猜一猜我那时在想什么？顾淮南瞳孔紧缩。
我却不以为意。我在想，怪不得那天早上你主动来问我拿早餐，在我满眼是你的时候，亲手把一块能永远将我钉在耻辱柱上的手表放进我书包的感觉怎么样？顾淮南，你应该没忘吧？一瞬间，顾淮南面色惨白，如遭雷击。你怎么？他及时助声，但我太了解他了，只看他的神情就知道他想问的是：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他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却不想从始至终都是我甘愿被蒙在鼓里。没有解释，我凝视着他的眼睛叹息。所以呀，顾淮南，我不欠你的，也不是忽然就不爱你了，要去爱别人。我离开你，是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完，我起身想走，顾淮南却猛然回神，一把搂着了我的腰。苏南意，如果我道歉呢？他在我面前弯曲双膝，缓缓跪在了我第一次对他失望的地上。这些年是我不懂事，让你受了委屈。只要你不和别人结婚，你提出的一切我都可以改。苏南意说到最后，他近乎喃喃自语：我习惯你了，我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你去爱别人，可那又怎么样呢？我看着他眼中的期待和悔恨，一根根掰开他环住我的手指。顾淮南，回不去了。在他的目送下离开教室，我走出好远，忽地听到男人撕心裂肺的一声喊，那声音和当年被他亲手栽赃后我躲在卫生间哭时竟然大差不差。顾淮南疯了，这是那天之后毕氏名流圈最喜欢讨论的话题。他们说他很久没去公司，他们说只要提我的名字就能在他那换取一个不错的机会。他们说顾家的私生子好有能力，竟然能借机趁顾淮南失恋将他拉下马。我给顾淮南当了7年舔狗，分开后反而成了他放在无数人眼睛里的朱砂痣。可这些我都不在乎了，因为自从那天后周婷芝就失踪了。我打了无数个电话，但听筒那边始终重复无法接听。我去市中心的公寓找他，他的衣服、牙刷，甚至我买给他扎刘海的小皮筋全部消失不见。我去 B 大找他，保安大叔倒是热情，可他的朋友和导师也都联系不上他。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周婷芝对我的好感一直没掉，可99和0分的差别不大，少任何1分我都无法回家。但随着周婷芝消失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一颗心也越掉越高。我怕她就这样再不出现，更怕她是出了什么意外。就在我手足无措之时，我脑海中灵光一闪，忽然想到了一个地方：飞机转高铁，高铁转出租。当我终于从 B 市赶到苏父最开始接周婷芝回家的孤儿院时，太阳正要落山，一抹艳色的火烧云下，是周婷芝孤独的背影。她真的在这，可看着那道影子，我却不觉得有丝毫解脱。漂亮姐姐，你是我的新妈妈吗？漂亮姐姐，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漂亮姐姐，或许是太渴望被领养了，见我呆呆地站在门口，许多小朋友都出来同我搭话。我看着那些稚嫩的小脸，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好在周婷芝听到声音后，只短暂地迟疑了一会儿，就回头向我看来，四目相对。我明显看到了周婷芝眼里燃起的疯狂情愫。我是来找那个哥哥的。半蹲下来，我解释给孩子们听，他是我的爱人，我来带他回家。孩子们虽然遗憾，但望向周婷芝的眼神里却充满艳羡。可那个哥哥说没人要他了，他撒谎吗？心脏尖锐的痛了一瞬，我捂着心口站起身。周婷芝，我爱你，和我回家吧。话音落地的同时，周婷芝大步朝我奔来，张开双臂紧紧将我抱在怀里。她整个人都在抖，但说出来的话却恶狠狠的。苏南意，你说了就不能反悔，你永远都不许丢下我。苏南意，我也爱你，我更爱你。叮，还不等我消化他话里的浓稠情绪，系统就在我脑海中发布了一条特别提示：恭喜宿主顺利完成任务，您的灵魂即将返程。在那个世界里，您的母亲还在等你。传输系统贴心地为您暂停了那边的时间。现在请点亮星星，对我们的服务进行评价。我得走了。在我真切地意识到我对周婷芝的爱后，但这不算残忍，残忍的是此刻的周婷芝以为我再也不会扔下她了。周婷芝，我告别的话还没开口，眼前一黑，便彻底失去了意识。番外再次睁开眼时，我身处熟悉的卧室，隔壁的客卧里，母亲柔和的声音仿佛从未停止。谢谢张姐，但我家姑娘还小，结婚的事不着急。这个姓周的小伙子条件确实不错，但感情真是强求不来，他没有想法，条件再好也……听着听着，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系统所言不虚，他确实暂停了这边的时间，以至于我在书里待了7年。过劳死的身体在现实世界中却只像小气一样安静伏案，没被任何人发现。可周婷芝呢？她那边的时间也可以暂停吗？我们还能见面吗？冒出这个想法的下一秒，我的脑海中又传来了系统的消息：宿主，在你评价我们的服务前，我有2件事要对你说。第一，由于攻略对象顾怀之的危险想法，即想要强迫你为江婉婉捐献骨髓，我司决定在书中彻底抹杀他和江婉婉的存在。
第二，由于你的离开使周婷之太过痛苦，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司决定将他送来宿主身边，以保证他的身心安全。微微睁大了眼睛，我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你说真的？系统冷冰冰地点头。是的，宿主。但我司从不做亏本生意，所以您需要为了周婷之的到来支付货币50万。这笔钱我们会直接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万也太多了。我动了动嘴唇，想还价。系统却将小本本一合，操作正在执行，请宿主耐心等待。另外，请为我们的服务打分。指尖一滑，我给了他们一个5星。下一瞬，我卧室外的窗户便被人叩响。来人的身形很熟悉，我踉踉跄跄地奔向他，还没开口就先红了眼眶。周婷之，你欠我的怎么还？50万，50万可是我全部积蓄，你以后必须上交工资卡。隔着一扇窗户，我清楚地看见周婷之也红了眼。他动动嘴唇，笑着说好。修长的手指却隔着玻璃固执地想和这边的我紧紧相贴。别再扔下我了，他痛苦低喃，眼角有泪滑落。我真的很爱你，晚安。